今天给大家分享是 MD-005 的大货版本，然后包装的话就是一个牛皮纸箱，上面也分了 A、B 版，应该是还会继续重涂的一个版本吧。产品的开盒状态，车窗默认是这种无搭载的状态，是给了2种替换的车窗。首先的话就是这种跟 SS86 一样的透明配色，然后就是这个带有2次元涂装的造型。默认的这一颗头雕，我个人觉得做的还是比较的一般，就感觉比较的呆吧。然后我拿出来的话就已经替换上能量宇宙漫画的一个手臂。然后配件方面的话，这次比较吸引我的几个配件，一个就是这个可以搭载变形的手臂，以及这一颗仿 MP44 的头雕，整个搭载起来的效果还是比较的不错吧。然后整体的塑料外观的话是给到了这种消光的质感，整体拿在手上的手感的话也是比较的 OK， 并没有说出现那种倒角非常尖锐的情况。MP44 的这个口罩脸以及战损头雕，以及这次新追增的这个正常的口罩脸，长的这个口罩，这2个的天线都做的太长了，然后这颗正常脸的话做的还是可以，但是整个眼神的话，我个人觉得做的差点意思，其他方面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。然后产品的话是有给到这种战损的替换零件，可以挂在外侧，可以搭配这颗战损的头雕。然后的话，产品给了这个老威的手臂，融合炮的部分的话，它是有发光机构的，但产品并没有附赠这个磁铁，这是比较疑惑的一点。我也是研究了一阵子才找到它这个所谓的控制方法，就在侧面的这里可以点亮，它这边有常亮爆闪模式。替换的话也是比较简单，就是把这个手臂蘑菇头连接拆出来就可以进行一个搭载。老威手炮这边也有搭载一个特效零件，彩虹蜘蛛伪装形态的一些替换零件。产品的话在侧边这边有利用玩具本身的这个轴的凹洞进行一个搭载，也带了一颗红蜘蛛的头雕。然后手臂的话也可以搭载上红蜘蛛的这个奶射线。大枪部分有给到铅体色涂装，尾部的话是有给银色的涂装点缀。然后其他的载具车厢部分我就简单带过了，这边的话就没有多介绍什么的，就是做工上还是有点问题，现在这边水口裁切还是比较暴力的。然后整个透明零件的通透度做的还是比较可以的，拿一个斧子来看一下，这透明件通透度确实还是比较 OK。 接着来看这个载具部分吧，它这个电镀的轮毂还是比较亮的，然后也用了一个橡胶胎，车侧面这个喷涂的红色跟本体的色差还是有的，然后上面这些偷胶什么的也都填了。背后的话这边可以搭载这个空调的零件来一个填充。然后这次的老威的手臂的话，它其实也是可以进行一个搭载的，这边需要一个简单的变形。它其实变形的方法的话其实是跟柱子是一样的，包括它的这个手指的关节也是一样的。先给它收起来，然后给它收进来，盖板盖上，因为它整体形状其实跟柱子它本体的这个手是一样的。我在这边简单演示一下它这个本体的变形过程，我就等会简单演示一下。因为各大 UP 主其实已经做过 MD-005 的变形分享，我这边的话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一下大货版本的这个素质水平。它这个老威搭载到擎天柱身体里面这个变形步骤其实都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外形。我们主要看这个整体的适配性。这卡扣什么的都是比较卡扣还是比较的精准的吧。
然后关于它这个手臂炮的部分，它只能还原于漫画一帧的造型，也就是冲前这个感觉，它并不能说在后边有设计一个孔洞给它进行一个搭载，这一点是比较可惜的，所以它只能冲前这样一个展示。简单演示一下从载具变成人的变形过程吧。然后因为各大 UP 主其实都介绍过了，无论是 SS38还是 KO 的 AS 的擎天柱，我的话就从这个搭载老威手臂的形态进行一个介绍吧。我的变形其实没有什么思路，就是演到哪变到哪，就是逻辑性不是很强，大家其实可以完全当个乐呵看一下。总体来说，变形的手感，我个人觉得做的还是比较的 OK 的，手感什么的并不会像有些 KO 产品来说非常的紧，它这个整体的关节阻尼感什么的玩起来还是比较的舒服，这一点倒是令我比较的意外，就是可以比较流畅的把玩，并没有说什么很多倒角非常尖锐的问题。然后这个 SS38擎天柱这个模具的话，它整体的变形还是比较有趣的。然后这次老威手臂这一块的话，跟柱子来说有点区别的就是在肩膀这一块，它有一个翻起的旋转结构，就是一个造型零件给它翻出来。然后手臂的话给它整个掏出来，翻出来。然后柱子这边的话也是一样，给它折叠出来，翻折一下，手臂盖板打开，手给它掏出来，然后一些盖板的话就给它折叠一下，变形还是比较的直觉一点。你就应该好奇这颗44的头雕能不能完美变形，答案是并不是很能够吧，主要还是受限于它这个头顶的造型太过高了，它这个头在底下收纳的时候，比如说头朝后，然后往里收纳之后，背后这个盖板并不能很好的盖上，所以是并不能完美的变形。变形的话其实比较的直觉，就柱子的变形还是比较经典一点的。腰子这两块给它填充一下，然后旋转一下，整个人形部分就变形完成。确实得说，这次的 MD-005 的整体素质还是比较的不错，主要就是一个量大光宝，再加上本身的变形调节起来的手感什么的，我觉得做的还是比较的不错。作为一个配件包买来还是也是挺 OK 的一个选择。然后就是这个老威手炮的造型的话，其实并不能说特别还原于漫画什么的。首先 S86 的话，它整个造型其实也并不是能说特别还原漫画或者动画造型，它其实也是有一些加入自己元素的一些造型元素在里面。然后这个车厢的话，刚才没有介绍，一些简单玩法，像是底下的脚撑啊，然后这个在载具形态下这些的可动收纳机构，这些都是有的。然后车厢的打开看一下，车厢的话里面就是塑料成型色，就没有什么涂装点缀了。小滚珠的话是有给个银色的涂装，然后底下是塑料色。这维修支架的话搭上去简单看一下，就该有的基本都配了吧，简单就演示一下。